前几天在准备新一期两晋系列文案的时候，按照惯例要去晋书里面核对一下内容。但是当我看到晋书卷63李举的传记的时候，有一行字吸引了我的目光，而其中掠人而食4个字则开始了今天的故事。晋书里面那些关于吃人的记录。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八王之乱最鼎沸的一个阶段，关中地区的晋河间王司马颙派遣部下张方进攻自己的国家的首都洛阳。张方攻破洛阳，抓了晋长沙王司马懿，把长沙王绑在铜器上，放火刨落烧死。随后张方命令部队在洛阳城里搜刮抢劫，前后掳走官府或私宅婢女上万余人，押解着西还长安。晋书卷4地纪第4及会地纪补充记载，张方的部队返回长安的过程当中，遭遇后勤匮乏，在军中无粮的境地下，人相杀而食之。资治通鉴晋纪7补充记载，张方的部队在返回长安的过程中，军中粮草困顿，补给全无。张方把掳掠而来的上万婢女杀了，连同牛马肉混在一起做军粮而食，一路吃到长安。永嘉4年公元310年11月15日，太傅司马越挟持洛阳城中的全部晋朝有生力量，返回自己的封国山东东海国。永嘉5年公元311年，司马越逃离途中病死，这一消息被羯族首领石勒获悉。石勒急行军在苦县宁平城追上群龙无首的司马越余党，随后率兵进攻。没有主心骨的司马越集团一击即溃，石勒展开大屠杀，包含宗室王爷、后宫女眷、各级官员、大族领袖、将领部队在内的10多万人被屠杀殆尽。王弥的弟弟王章也在石勒军中，他把屠杀后还残存的活人拢在一块儿，放火焚烧，随后一起吃了。永嘉5年公元311年，司马越把洛阳城中所有的官僚队伍和名门大族全部打包带走之后，整个洛阳陷入到彻底的虚弱之中。而此时匈奴人早就包围了洛阳，而且是4年来的第3次重兵合围。极度空虚的洛阳城，皇宫和各级衙门连守卫都没有，整个城里的运转彻底停滞。无政府的洛阳滋生了很多不法分子，大一点的衙门自己挖壕沟守卫自己的办公区，小一点的衙门早就人去楼空，全是不怕死的盗贼在偷盗抢劫。而皇宫里面也饥荒到了天天都有人饿死的境地。匈奴人攻陷洛阳之前，城内严重饥荒，饥馑异常，百姓逃亡者10之8九，城内人相食。永嘉5年公元311年，首都洛阳被匈奴人攻破，匈奴人一日杀晋朝军民3万人，史称永嘉之乱。晋书李举传中记载，洛阳沦陷，晋朝部分朝臣从匈奴人手下死里逃生，逃往成高关。当时整个中原都闹饥荒，黄河以北的物质条件陷入到了巨大的困境当中。贼人头子侯都没东西吃，就把主意打到了人身上，经常强抢活人，杀掉吃肉用以充饥。太尉荀藩、卫将军华惠他们带着部队从洛阳逃离，经过侯都的地盘，相当一部分的部曲和士兵被侯都抓走，杀掉吃了肉。李举带兵讨伐并消灭了侯都，营救了快被吃掉的荀藩、华惠，因为他们营造了屋宇营房，给予粮食，提供了必要的安全措施。永嘉5年311年，石勒南下淮河，意图过江，遭遇重大失败之后，石勒率军返回北方，试图在北方建立根据地。当时的黄河以北已经由于连年的战火和天灾，变成了数百里的无人区。从淮河往河北相国走的1000多里路途，基本上得不到任何物资补给。石勒军队返回的过程当中，各个屋堡城池都坚壁清野，拒不出战，不理会石勒的任何挑衅和进攻。石勒的部队搜刮不成，抢劫不成，攻城亦不成。最终在粮草不济、军中大饥的境况下，石勒部队里的士兵互相杀戮，吃人度日。在洛阳沦陷之后，晋闵帝在长安登基，勉力支撑晋家江山。匈奴人则继续进攻长安，务求彻底消灭西晋。像当初围攻洛阳一样，匈奴人攻打长安的战略也是重兵合围。长安城被围得水泄不通，物资补给极度困难。建兴4年公元316年10月，长安外城被攻破，闵帝君臣撤退到内城继续抵抗。
此时京师长安饥荒严重，1斗米价值黄金2两，就连贵为皇帝的晋闵帝司马邺也没饭吃。朝臣把酿酒用的酒曲砸碎了熬成粥给闵帝吃，就这样一直坚持到连酒曲都没有的程度。穷途末路，力至双穷的绝望境地之下，晋闵帝投降。投降之前，长安城内人相食，军民死亡1半以上。《晋书》卷26至第16时祸志有一段永嘉之乱以来中原地区因天灾人祸而惨象环生的总论。总论如下：自雍州以东，人民日益饥饿贫困，卖妻卖子、吃人流亡迁徙的情况数不胜数。大旱之后普遍蝗灾，永嘉之乱之前，幽、兵、司、冀、秦、雍6州先是遭遇极端的干旱，紧接着遭遇大蝗灾。蝗灾过境，粮食草木颗粒无收，以至于牲畜身上的毛都被蝗虫啃食干净，直接摧毁了西晋在中原的物质基础。大旱、饥荒、蝗虫之后，中原地区又迎来了大瘟疫。与此同时，匈奴人、鲜卑人、流民军以及八王之乱里面的野心家王爷相互之间攻伐频繁，又多杀百姓，以至于白骨蔽野，人多相食。这段太过于黑暗了，直接翻译吧。译文来自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4史全译，《晋书》第4册。译文如下：10岁自从领百官之后，酒色无度，骄纵无道，有时去田猎游乐，乐鼓齐鸣地返回到宫中，有时夜出到功臣家中奸淫他们的妻妾。他把宫中最漂亮贤淑的女子梳妆打扮，砍下头颅，洗去血迹，放在盘中，供众人传递观赏。宫中有姿色的尼姑，10岁与他们交欢淫乱之后，再杀了他们，与牛肉、羊肉合在一起煮着吃，并且把肉赏赐给左右的人，想让他们知道肉的滋味。永和8年352年，河北邺城，冉闵被俘虏之后，随后押送到蓟城斩首。冉闵一死，树倒猢狲散，大将刘宁带着3000胡兵逃往滨州晋阳，常山太守苏亥逃往山西新兴。随后慕容俊派遣慕容平攻打邺城，冉闵的太子冉智和辅政大臣蒋干等为数不多的人仍在坚守，但合围之下的邺城也再现了和当年洛阳一样的惨状。邺城再次沦为人间炼狱，物资短缺和饥荒之下，邺城内人相食。石虎当年在民间大肆征调的宫女充实后宫，如今连同宫女在内的宫人已经沦为食物被人吃掉，而且已经快被吃完了。公元383年，苻坚一意孤行发动淝水之战，军事惨败之下，苻坚身死国破家亡。前燕慕容垂率领鲜卑部叛离，羌人首领姚苌率领羌人部叛离，南方的东晋大军也乘势进入北方，攻伐频频。曾一统北方盛极一时的前秦帝国瞬间分崩离析。385年，秦皇帝苻坚有鉴于鲜卑人大军压境，从而选择出逃长安。在逃到武将山的时候，苻坚被过去的部下姚苌活捉，姚苌要求苻坚禅让给自己，苻坚严词拒绝之后，愤怒的他下令勒死了一代雄主苻坚，随后自己登基称帝，史称后秦。而苻坚的服氏族人当中，有一部分以替苻坚复仇雪恨为目的，与姚苌麾下羌族大军进行着漫长的战斗，其中又有苻坚的表孙苻登。当时大旱，军中军粮不足，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而苻登每一次作战出击都不叫出击，叫做吃熟食。他对军士们说，你们早上去和敌人打仗，晚上就能吃肉，还担心什么饥荒？在国仇家恨的加持下，士兵们都很信服苻登，跟着他一起吃死人肉，每餐都能吃饱，很快恢复了战斗力，再次杀向羌人。姚苌听说了之后震惊异常，极度惶恐，他立即召回在前线作战的姚硕德，并说，你快回来，再不回来肯定要被苻登都吃光。于是姚硕德火速撤退到姚苌处。其实除了上述记载之外，还有很多零零散散的记录散于古书的角落里，比如慕容垂逃离前秦之后，在河北地区遭遇大饥荒，幽州、冀州人民人相食。再比如姑臧城内饿死10万余口，人相食。厚重的历史过于阴郁震撼，吃人事件虽然早就有所耳闻，但当真正的梳理下来之后，也确实让人久久难安。所以在今天视频的最后，没有阴暗小故事了，我想用教员的一首诗来作为结尾。读史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
人猿相依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未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胶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沉寂。五帝三皇神盛世，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道直庄敲刘裕后，更陈王奋起辉煌月，歌未尽东方白。